從來沒見過這麼牛逼的男人，獨自在野外建造豪華木屋，內部設施不但一应俱全，還搭建玻璃溫室種植瓜果蔬菜，在家門口就能看到神秘北極光。30歲的傑瑞沒車沒房沒後代，為了逃離城裡的牛馬生活，辭掉每月30天的工作來到野外。筆直的松樹無疑是建造木屋最好的材料。只見傑瑞手起巨落，一棵棵百年大樹应声倒下，將它們加工成可用之材後，先堆码起來晾乾水分。期間傑瑞還利用較小的樹枝練習2個半月，搭建了一個小木屋作為臨時住所和工具房。這天他在附近閒逛時發現路旁堆滿岩石，要是買來給新家做地基簡直不要太完美。秉承着白嫖為主花錢為輔的原則，傑瑞決定還是親自薅地球的羊毛。他到處亂轉，收集了許多大大小小的石塊，雖然不是很平整，但至少不用花錢。規劃好地基的大小之後，他抡起鏟子便在地上挖出基坑，將沙地夯實之後，再墊上石塊作為木屋的地基，就能讓房子不受地面結冰和融化的影響。通過模具在方木上畫出標記，用手锯将木材2頭锯出燕尾锁，就能两两相交無縫銜接在一起，確保房子的底座4平8穩。接着再以同樣的方式對搭建牆體的方木進行加工，兩側還要分別鑿出相應的凹槽，墊上保溫棉之後再壘砌上去，使牆體達到密不透風的效果。牆體每升高1層都要在上面鑽孔，接着这釘入木銷進行加固，保證18級台風也吹不倒。在搭建之餘，傑瑞還會抽時間開墾菜園，畢竟在野外生活買菜多少有些不方便。隨着牆體壘到半人高，傑瑞才拿來木板在牆體兩側釘出地板的托梁，然後架上方木搭建出地板龍骨，鋪上幾塊木板，後續的建造就能如履平地。為了提升工作效率，傑瑞還升級了打洞工具，又長又粗的鑽頭讓打洞變得如絲般順滑。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，傑瑞就是在不斷地重複着牆壁的搭建工作。很快，芬蘭的第一場雪便悄然而至，給整個森林增添了一份純淨的美。傑瑞也放下手頭的工作，走在無人的森林，享受這份寧靜。冬天的到來也意味着往後會有很長的時間見不着陽光，以至於傑瑞每天熱身運動剛完成天就黑了。為了趕進度，他有時也會變回牛馬加班加點。隨着牆體越來越高，為了方便搭建，他還在牆內搭起臨時腳手架。而為了確保門框處的牆體不會跑偏，還特地用方木制作了導軌。在將前面的玻璃窗給安裝到位後，傑瑞經過精準測量，在方木上鋸出窗框和門框的缺口。架上之後，牆體終於達到預定的高度。由於屋頂是前後雙坡的設計，在搭建兩側山牆時還向前延伸出了門廊的懸挑，而後就可以架上方木搭建出門廊的橫梁。接着便進入到了搭建屋頂的環節。屋脊和檩條，傑瑞直接就近取材。他先把樹胸變成木胸，然後再掄起斧子將原木變成方木。其實也不是沒有油锯，只是傑瑞更享受這種手動工具所帶來的成就感。完事後才掏出油锯，将其中一截锯成2半。為了屋頂能順利搭建，他先用方木定出山牆的造型，而後沿着框架向上壘砌。由於檩條需要槽對槽的安裝，所以傑瑞先在地面將木材加工好，完事後再搬到牆上組裝起来。但這屋脊實在太重，在安裝時只能借助葫蘆吊往牆上搬運，費了9牛2虎之力才將屋脊給安裝到位。將方木一端鋸出缺口，架在屋頂上2拼接，再通過螺絲固定在屋脊上，就得到了牢固的屋頂椽子。一棟气派的木屋怎麼能少得了大气的門廊？傑瑞同樣先用石塊在門前壘出門廊的基石，而後再用方木制作出地板的龍骨。完事後就可以拿來木板鋪設出門廊的地板。緊接着又給方木底部安裝上可調節的螺栓，制冷起來後拧緊，就得到了門廊的立柱。
最後再将山牆上多余的部分全部給它拆掉。隨着屋頂框架的搭建完成，杰瑞開始對屋頂進行密封。他先在上面覆蓋一層保溫板，再定上方木做出隔層，而後拿來事先片好的木板，依次鋪設在屋頂上。這樣室內的濕氣就能通過隔層流通出去，讓室內保持乾爽。完事後，杰瑞才給屋檐釘上精美的包邊，底部的擋板上還要先裝好鐵絲網，防止小鳥和松鼠的入侵。現在正值多雨的季節，屋頂的防水工作刻不容緩，但對於防水材料的鋪設，杰瑞有着獨特的想法。他先用自帶斜度的木條對屋頂進行分区，然後再自上而下的将防水材料覆蓋上去，兩邊固定在木條上，形成坡度，達到防水的效果。接縫處覆蓋一層防水材料，再用這種濾清粘牢，哪怕龍捲風也吹不起半個角角。在对室內開始裝修之前，杰瑞淘來了一把鋒利的斧子，讓他在給牆壁去除角質時不費吹灰之力。如此大費周章，主要因為他覺得這樣會更好看。其次，經過加工後的牆體表面更加的光滑，不再那麼容易吸水。在鋪設地板之前，杰瑞先往龍骨之間塞入超厚的保溫棉，畢竟身處寒冷的北極圈，保溫措施必須做到位。完事之後再鋪設上實木地板，這種地板的鋪設就非常的簡單，只需要對準卡槽拼接起來即可。由於室內面積較小，杰瑞特地選購了一個看起來和他一樣瘦小的壁爐。不過在安裝之前，還需要先在牆上釘上防火材料，畢竟整座房子都是純實木搭建，稍有不慎就得進去踩縫紉機。雖然在搭建屋頂時沒有預留排煙口，但相對於建房，拆家那不就是有手不死？只見杰瑞爬上屋頂，3下5除2就掏了個洞，將排烟管道給梳理好之後，再扣上防水罩，回到室內將壁爐點燃。很滿意之後，杰瑞才來到室外數起了星星。第二天，杰瑞在山下撿到一扇門板，雖然看起來有些破舊，但只要拿來木板對破損處簡單修復，再將表面斑駁的舊漆給刮掉，重新刷上一層五彩斑斕的黑。安裝上去之後，這復古的效果簡直堪稱完美。緊接着，杰瑞又拿來木板對門廊的頂部進行密封，同樣是将木板對準卡槽拼接起來即可。完事後回到室內，往裡塞上保溫棉，再用同樣的木板進行密封，就得到了一個小閣樓。這空間對於小孩來說可能不夠，但對於成年人則剛剛好。再把後牆的大玻璃給安裝到位，偌大的窗戶仿佛就像一張掛畫，描繪着外面的四季變換。屋子頂部同樣也要塞上厚厚的保溫棉，畢竟北極的冬天可不是鬧着玩的。完事後再用木板對屋頂進行密封。為了方便閣樓的上下，杰瑞手刨了一個木梯，直接釘在牆上，還能節省不少的空間。現在他的新家總算搭建完成了。隨着春天的到來，杰瑞的建造基因又開始了躁動。他決定再搭建一個溫室，首先在屋旁清理出一塊空地。由於這裡都是鬆軟的沙地，在開始搭建之前，還需要先用木樁將其夯實。接着，杰瑞又開始四處去薅地球的羊毛。這次他收集了更多的石塊。在開始壘砌地基之前，必須要進行精準的測量，通過對角線確定好4個角的位置，以確保地基壘成對稱的矩形。由於溫室的木質框架杰瑞已經事先制作好，現在只需要將它們組裝到石基之上即可。顯然這項工作一個人完成起來比較困難，於是杰瑞只能邀來好基友幫忙。隨着木質框架的搭建完成，杰瑞訂購的玻璃也如期到貨。他們先在框架上貼上膠條，然後就可以直接將玻璃給鋪設上去。
有了溫室以後，就算整片森林都被大雪覆蓋，傑瑞也能一年四季都吃上喜歡的瓜果蔬菜。